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花100多块钱甚至200块钱来缠这个电机，而不去买新的电机，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我们的原装电机呢它是纯铜的，而买的电机呢大多数都是偷工减料的。我们看这个电机的轴承，这个应该是含油的铜轴承，我们看它是铁的，它的转子倒没有什么问题，它是铝条压的，是压在硅钢片上的。我们主要看这个线圈，这个线圈呢它是铝的，它并不是铜包铝，它是纯铝的，外边有一层漆皮，这层漆皮刮下去以后它是铝的，那么我们用烙铁焊接是焊接不上的。这种铝线呢其实如果损坏了呢就是报废。我们需要把这个铝线结舌之后查出它的杂数，之后用千分尺把这个线径给它量出来以后按这个重量买相应的铜线给它缠上就可以了。缠这个线圈呢实际上它是不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圈套着一个小圈，这个跨距都是一样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槽数查出来之后，按照这个槽数放上绝缘纸给它下到里边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买的电机呢一般都是机制的，它相间没有绝缘，相间没有绝缘纸，这样的电机呢顶多也就是用1年。如果稍微不注意里边进了点水，那么很容易就损坏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求高呢，最好是自己绕制这个电机。绕制这个电机呢，首先要把线圈裁下来以后呢，我们按照这个线圈的大小，可以用钉子在木板上钉4个钉子，和这个线圈的大小相同，然后我们把线圈绕上去，绕完了以后按照这个相应的槽数给它下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有绕线模就更好了。主绕组和副绕组之间要给它分开之后中间放上隔相纸，并且呢在主绕组和副绕组，有的绕组呢它是主绕组和副绕组下在一起的，中间在槽里呢更要给它隔开以后呢，这样就不容易损坏了。这个电机呢是一个4级的电机，我们看1、2、3、4个绕组，大的绕组和中间的小的绕组是一个同心圆，它分为2组线圈，一组是靠内部的副绕组，是接电容的，另一组呢是外部的主绕组，是直接接供电的。但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的接线方法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分为1、2、3、4个线圈。在接线的时候，如果我们留这边这个头，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这个绕组上留一个头的话，那么它的尾，也就是说我们的线圈是一个方向绕制的，如果我们这边为头，那么这边就是尾，也就是说这边是头，这边就是尾，那么这个尾呢要接下一个线圈的尾，这样相连。然后呢这个线圈与这个线圈相连呢，就要头接头，头接完头呢，那么这个呢很显然也是尾接尾，留出来2根线。我们看这是2根线，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2个头。那么副绕组呢也是同样的，和这个是一样的，也是留出来2个头。那么尾都是尾接尾，然后头接头，尾接尾，最后呢留出来这2个头。这样呢我们就留出来4根线，我们把其中2根线给它相连。假如说这2根线相连，那么这个线呢就是公共端，这个就是公共端。那么这2根线呢，这个就可以说是主绕组，这个就是副绕组。一般副绕组的组织呢要比主绕组的组织稍微大一点，因为它的线径相对来说较细，是主绕组的这个头和公共端之间的组织与副绕组和公共端之间的组织相比，它是副绕组的组织大于主绕组。判断电机的好坏呢，是主绕组与公共端之间的组织和
和副绕组与公共端之间的组织相加以后，是否得到主绕组和副绕组之间的组织。如果主绕组和副绕组之间的组织是主绕组和公共端、副绕组和公共端之间的组织之和，就证明这个电机是正常的。另外，任意接一个端子与外壳之间，用最大的电阻档测量是否有阻值，如果阻值为无穷大，证明电机不漏电。当然，也就是说，我们任意一个绕组的端子和这个铁芯测量是否漏电，如果之间的阻值是无穷大，证明这个电机是不漏电的。我们看它单个的绕组，小的绕组是1跨4的1、2、3、4，大的绕组是1跨6的1、2、3、4、5、6。我们只要把铜质的气包线按照它的杂数绕制成线圈以后，下到相应的槽里，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接线方法给它接上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原装的电机了。为什么铝制的气包线要比铜制的气包线功率小呢？因为相同长度、相同直径的铝要比铜的阻值大很多，那么它的电流就相应的减小，并且呢，电阻会阻碍电流，它会发热，这样它的功率就会很小。如果想增大它的功率呢，只能把这个铝线它的截面积增大，又因为我们这个槽大小是固定的，如果圈数少了呢，很显然它的电流过大，而且它的电感量并不会增大，所以呢它还容易烧气包线。所以说呢，铝制的气包线呢要比铜制的气包线功率小很多。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好的原装的电机，我们只能自己绕制，或者是找维修的地方绕制。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